陈帆同志，恭喜啊！都是栽培，谢谢领导。别急着谢，组织上研究决定，再给你压个担子。您说，我听着。全省最偏、最穷的那个点，平沙湾渔村，驻村3年。平沙湾怎么犯怵了？不冲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地方条件艰苦，路不通，信号没有，穷得叮当响。陈帆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再穷的地方，我也能扶起来。我不信，这世上还有我陈帆扶不起来的村子。好，有志气，组织就信你这股劲儿。哈哈哈哈。那时候我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驻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扶的不是贫困字。一格信号都没有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地方，简直与世隔绝。算了算了，越穷越说明组织信任我。要下雨，这天怎么说变就变？我没死，手机呢？钱包呢？那辆破摩托又飞哪儿去了？天哪，我的行李啊！这下完蛋了！扶贫第一天先把自己扶丢了。老乡们好，我是上面派来的扶贫干部陈帆，请问咱村的村支书在哪儿？你是城里来的干部？对对对，扶贫专员，专门帮你们脱贫致富。脱？那是个啥？能当饭吃吗？穷到连脱贫都没听过。您是村支书吧？老支书同志您好，我是上面派下来扶贫的，往后这3年，咱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。上面派下来的？哪个上面？省里啊，组织派我来驻村3年。坏了，路上弄丢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陈帆绝对是正经干部。老郑，这后生口音不像本地的，穿的也怪，会不会是对面那边摸过来的？先看着。老支书，咱村这条件是真落后。您看这房子漏雨漏风，这路一下雨都没法走。我一路过来，手机连个信号都没有，连4G 都没覆盖。这年头了，说出去谁信？4G 是何物？通信号的呀。还有这伙食，顿顿喝粥，营养跟不上。得搞产业，让乡亲们口袋鼓起来。我初步想了几条路子：1. 海产养殖搞深加工；2. 海景好做文旅；3. 电商搞直播，把海货全网爆单卖到全国去。他说的是人话吗？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小伙子，你说的这电商是哪家票号的买卖？嗨，我懂了，你们这是搞民俗村吧？穿这身说古话，专给游客看的，对不对？我说呢，估计你们早就有文旅意识了啊，有想法，不错不错。他说的每个字我都听见了。听懂了吗？一个没懂。行，那咱不演了，先聊正事儿。民俗归民俗，工作场合还是说点实在的。老支书，您贵姓？免贵，姓郑。郑支书，好名字。郑支书，全村100来户，咋没一间像样的砖房？祖祖辈辈都是这茅草房。那电呢？我一路咋没见着电线杆？没通电，家家点煤油灯。那自来水管子呢？水井在哪儿？没有自来水，吃水去村口那口老井挑。郑支书，我跟您交个底，这村子是穷，穷的我都有点不敢信。我没想到这年头了，居然还有地方穷成这样。但您信我，用不了多少年，我让这破滩地上盖起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灯火通明。我让平山湾变得跟蓝城一样。蓝城？对，就是蓝城那种国际大都市，几百米高的摩天楼，
遍地工厂、写字楼，全世界的钱往里头涌，那才叫真正的脱贫致富，比纳兰城。后生仔，你这梦还没醒哦。我看呐，是路上摔坏了脑子。反正您这村穷的邪门，跟与世隔绝了几十年似的，咱得加把劲儿往前赶呐。你说与世隔绝几十年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这些话打哪儿听来的？这谁不知道？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我这一脚怕是掉进了什么我看不懂的地方。咋的了这是？怎么这群眼民俗的乡亲齐刷刷像被踩了尾巴？先生说笑了，乡下人没见识，先生别往心里去。这村对翻身致富4个字还挺敏感，挺有感情啊。看来不是不想发展，是穷怕了，盼发展盼疯了。明天开个会，我给大家讲怎么挣钱。挣钱？对，穷不是命，穷是项目没找对。你想讲什么？讲怎么让平山湾翻身。这地方再穷也有海，只要有资源就有路子。明晚晒谷场成。老郑，让他说，我倒要听听他嘴里的路子通到哪里去。乡亲们，我知道大家穷怕了，但我陈帆今天把话撂这儿，3年，最多3年，我让平山湾彻底翻身。后生仔，你先说说咋翻？咱先定个小目标，第一步，争取让家家户户月收入过万。1万块？你交到1万块是多少钱不？我老吴打了一辈子鱼，手里攒下的还凑不齐一个零头哦。1个月挣1万，俺全家跑1年地也见不着一张大招呼哦。我看这后生是钱字写多了，写魔怔喽。1个月1万块，这还只是开头，等产业起来了，咱这渔村要盖几十层的高楼。几十层？楼里装电梯，上下楼不用爬，人站个铁盒子里，嗖一下就到顶。人站铁盒子里，那不闷死喽！家家户户还开上小汽车，你们脚底下这片烂泥地，将来盖一套房子能卖上千万。造孽哦！好端端一个后生，咋脑子坏掉了？嘘，莫刺激他，听光疯子会咬人。老郑，您听听他这都是些什么混话？又是私产，又是买卖房子，又是月入万朝，这不就是明晃晃要坏规矩那一套吗？传出去是要出大事的。旁人听见的是疯话，可我这一路从北边秘密南下，揣在怀里，连李德成都没敢全盘告知的那桩天大的事，竟和这疯子嘴里的混话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子。我倒觉得他未必是疯子。小梅，你乱讲什么？你说的那些盖楼、卖房、开汽车，我只当你说梦话。可你刚才讲的另一套，把海货分等级，谁打得多打得好，谁就多分钱。再想法子把货卖去外头价钱高的地方。这一套我听懂了，可算碰着个明白人了。这村儿总算有个脑子转得动的。对喽，这就叫多劳多得，按质论价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说的那个外头价钱高的地方，是不是指对面？对面？那是哪儿啊？你们怎么一提对面就这个反应？什么人？哪个村的？录音拿来。哎，我正经扶贫干部，录音路上丢了。这位大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没有录音，一口外地口音，一身来路不明的衣裳，半夜聚众，张口就是把货卖出去，奔对面。你最好说清楚，你是哪路人，安的什么心？啥心？我招谁惹谁了？不就开个动员会吗？韩队长，这人我看着的，错不了。
老郑，这地界不比别处，来历不明的人，我得盯死了。这几日哪儿都别去，我的人会看着你。好家伙，扶贫扶到被人当奸细，我容易吗我？我知道你们都当我说疯话。行，今天我把话定死在这儿。你们都觉得对面的灯火亮，对面的日子甜，一个个拼了命想往那边奔。可我告诉你们，用不了多少年，就是这片你们瞧不上眼的烂滩涂，会比对面那个还要金贵。到那天，是对面的人排着队办着证，求着到咱们这儿来打工。比对面还金贵，对面人来咱这破渔村打工，后生仔，你这梦还没醒哦！我活了60岁，头一回听见这么大的牛皮。这疯子的梦话，怎么偏偏一字不差，刚好戳中了那份文件上最核心的内容，在这里闯出一条活路。谁啊？陈同志，韩队长吩咐了，你去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小同志，大清早的，至于吗？这是命令。得，贴身保镖都给配上了。被看管着也好，正好满村转转，摸摸这平水湾的底。好家伙，这哪是穷地方？这是一座还没开挖的金矿啊！守着这么一片海，怎么会穷得叮当响？小梅，咱这么好的海货都卖到哪儿去了？卖给满仓叔，1楼豪换2个粗面饼子。2个饼子？2个饼子。这1篓少说几10斤啊！不卖给他，还能卖给谁？这片海再肥，也填不饱肚子。小梅，对面到底是哪儿？金曲。守着金山讨饭吃，背靠金屿喝稀粥，紧挨着金屿，怎么能穷成这副模样？8成是太闭塞，豁不出去。肯定有啥历史遗留，把村子生生锁死了。你别看咱村就这么点人，这些年越来越少了。咋？闹病了？不是病死老死的，是日子熬不下去，夜里搭了船奔远海讨活，再没回来的。有人去了远处，从此杳无音信；也有人连对岸都没能到。我二哥前年夏天走的，家里只当他到了对面过上了好日子，可2年了，一封信都没有。我干了5年扶贫，头一回觉得穷这个字重的能把活人逼上绝路。小梅，别再让乡亲们拿命下海了，你信我，我让这家门口的活路比对面那条用命换的路强100倍。平沙湾的鲜蚝活鱼青蟹，在对面金屿是抢手的金贵货，可经满仓叔贱买，层层盘落，到乡亲手里只剩2个饼子。这中间一大截差价全被人吃干抹净了。路子其实明摆着，咱不贱卖给2道贩子，也不要谁去拿命换，把海货分等保鲜，走正经渠道，直接供到对面去，挣回来的是实打实的金宇的银票。金宇的银票？对，金宇的银票。陈凡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私自跟对面做买卖，挣那外路的银票，这是倒买倒卖，是要掉脑袋的。是集体的买卖，不是私人的。账，小梅记得清清楚楚。
挣的钱归生产队，分给乡亲，把咱自家的好东西卖出个好价钱，怎么就倒买倒卖了？反正这事儿得上头点头。那就去问能点头的人。老郑，这能行？是一回，出了天大的事儿，我担着。嘿嘿，瞧，我就说郑支书是干实事的人。陈帆，这一趟真能成？成不了，我跟你们一块担。这一趟劫回来的。这一趟顶咱全村卖给满仓叔半年的钱。半年？就这么几筐好？我没听差吧？半年啊！我的娘啊！那咱以前白卖了多少年？活了一辈子，我头一回晓得，咱打得好，原来这么值钱。这金岛的银票的版式，怎么瞧着这么旧，这么眼生？穷乡僻壤，流通的还是些老版旧钞，不稀奇。肯定是这个村太落后了。满仓叔来了，金生，少惹他。满仓叔，哟，这位就是上头派来的贵人吧？后生有本事啊，头一回出手就给乡亲们挣了这么大一注。不过呢，咱这地界水深，有些买卖几辈子都是按老规矩来的。后生家初来乍到，门道还没摸清，可别一脚踩进不该踩的浑水里啊！谢满仓叔提点。不过我这人吧，专爱趟浑水，尤其是吸老百姓的那种浑水。哈哈哈哈！平山湖的水没你想的那么浅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，等着吧！郑支书，发啥呆呢？不就一叠金宇的银票吗？往后多的是。陈帆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怎么知道对岸的钱能这么涨？这有啥稀奇？把好东西卖给出得家的人呗，天经地义嘛。天经地义句话要想的，让这片土地对着外头把买卖做起来，上头是下了大决心的。我跟你讲，昨晚分明是你家那条狗先扑的我家鸡。放屁！是你家鸡先找我家狗的眼。小梅，给我记满工分啊！我今儿可是下了海的。你下海撒了泡尿就上来了？那也是下海了嘛，工分照样记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典型的大锅饭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谁还肯卖力气？病根我找着了。啥病根？地是大家的，活是大家的，挣的也是大家平分。干活的吃亏，偷懒的占便宜，长此以往，谁还肯下死力？那依你说咋办？分什么？把豪田、责任田按户分下去，每户认一块，先交够集体的，剩下的全是自己的，多劳多得，谁干谁得。我保证，明儿太阳一出来，整个平山空能比今天多卖3倍力气。分到户，陈帆，这是单干，这是要把集体的家底儿拆了，坏规矩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分块地种怎么就成坏规矩了？我让大家把活干好，日子过好，这有什么错？这村的思想是真保守，落后人家几十年都不止，得慢慢掰扯吧。现在章程叫明晚落圣杀章。后生仔，这要是上头怪罪下来，是要出大事儿的呀！能出什么大事儿？分块地而已。那俺们按手印儿，出了事是俺们自个儿要分的，不怪陈干部。对，俺们自个儿担着。对，按手印儿。我饿了半辈子，俺就信陈干部这一回，算我一个，大不了一条命。
分田到户，各家按个手印儿。这法子是穷逼出来的，是早些年别处的庄稼汉冒着天大的干系，一步步趟出来的。我不过是把它搬到这片海边。不就分个地签个字吗？至于搞得跟立生死状似的？多撬一楼是一楼，多撬一楼是一楼。这么干吧，俺不走了。家门口能挣着钱，谁愿意拿命去赌那片海？这才是扶贫。海货不往我手里贱卖了，借高利贷的没了，连那些攒钱求我门路出海闯荡的，也一个个改了主意。短短半月，我几条来钱的道，全让那个姓陈的给堵死了。爹，要不弄死他算了。蠢货！他背后那个老支书来路不明，连韩队长都让他3分，硬的来不得。对付这种满嘴新词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，得用老法子。啥老法子？他不是分田单干勾结金域外犯吗？这2条随便哪一条拎出来，搁如今这世道都够他喝一壶的。谁是陈帆？把集体的田拆成1家1户单干的，是不是你？您是？有事咱好商量。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！分田单干，那是要把乡亲们重新拖回那从前的苦日子。你今天分了田，明天是不是就要把日子过回从前？还有，听说你勾结金有外犯，倒腾那外路的银票。好啊，勾结外犯，坏规矩，桩桩件件。陈帆，我警告你，立刻停了这套歪门邪道，老老实实把田收回集体，否则区公所开大会处分你。开大会不就分了块地吗？至于兴师动众开大会？这戏演的也太让真了。坏了，闹到区公所去，那可是要命的，都怪咱按了这手印。我看这田分得好。我叫何卫国，区里新下来的干部。这2天听说平海湾挣了大笔金宇的银票，专程来看看。马主任，我这2天把平海湾里里外外看了个遍。分田之前出工不出力，村民饿肚子；分田之后半个月好产翻番，家家见了钱，连要出海闯荡的都留下了。产量摆在这儿，老百姓的笑脸摆在这儿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不卖命的法子，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？何卫国，你一个年轻人懂什么路子？你这是给他撑腰，坏咱的规矩。我只懂一条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，就是好路子。哟，这村里还真有明白人。这件事儿我会上报。马主任，事实就摆在这儿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让上头来查，查清楚，谁也跑不了。分田单干、勾结外犯、坏规矩，这3条够他姓陈的喝一壶了。不好了，马主任把告状信发上去了，说要严查平海欢，严办首恶陈帆。首恶？这是要抓陈干部啊！俺们都按了手印，会不会连俺们一起查？老郑，上头真要派人下来核查了。谁来？老伙计，是你呀！核查来了！完了，陈干部这回怕是要遭。嘘，这阵仗，谁敢吭声？陈干部咋还没来？这可是区公所来核查，他不会跑了吧？哟，这阵仗，乡亲们都到齐了。好，
正愁没机会跟大伙儿汇报汇报这阵子的扶贫成果呢。这不，组织上就给安排上了。来，开会。这是来问你罪的啊，我的祖宗！你还往主席台上坐。后生仔，这是要办你啊！你咋还自个儿往上坐啊？办我？老吴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来这一套？你们这民俗可真入戏。放心，有成绩摆着，怕啥？来了来了，上头的大领导亲自来办这坏规矩的案子。这回姓陈的，你今天插翅难逃。老郑头，真是你！你个老东西，躲到这鬼地方来了！这么大的官儿，咋管郑伯叫老郑头？郑伯他到底是啥来头？老周，几年不见，官威见长啊！嚯，感情郑支书还有这么个当大官的老挚友，难怪他敢替我担那么大干系，人脉广啊！你就是陈帆，有人告你分田单干、勾结外犯、坏规矩，你有什么说的？说的可多了，周组长是吧？您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汇报。第一，分田到户，分之前出工不出力，好产年年垫底，乡亲顿顿喝照得见人影的稀粥。分之后半个月，好产翻一番，账本在这儿，一笔一笔，谁都能查。第二，所谓勾结外犯，更是子虚乌有。我把咱平达湾的鲜蚝活鱼卖给了出得起价的对面，换回真金白白银的金宇的银票，这叫给村里挣回大把银票，给乡亲挣活路。怎么，给村里挣回真金金银，还挣出罪来了？对啊，这话好像没毛病。给乡亲挣钱，咋还成了罪？第三，你们非要问我这算什么路子？我不懂那些大词，我只晓得他攒够了钱，本打算下个月夜里就走，准备拿命去赌对面那条活路。分了田，挣了钱，他不走了。平半年湾，再没一个人往那片海里跳。让老百姓吃饱饭，不卖命，不背井离乡，这要是坏规矩，那我倒想问问，咱们当年吃那么多苦，流那么多血，图的究竟是个啥？我看这田分得好，这买卖做得对。这个陈帆非但无罪，反倒是替咱们趟出了一条好路子。老周同志，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了？由着他这么胡来，制造出乱子。今天能为几个钱分田，明天就……老马，你低头看看台下这些人的脸，是叛徒。我保留意见。以前俺还说陈干部是失心疯，你还说疯子会咬人呢。现在你再让我说一句试试？不敢说了。他要是疯子，那也是能让人吃饱饭的疯子。哎，你们说，陈干部头一回开会，讲什么要盖几十层高楼，要让咱比金宇富对面人排队来打工。当初只当他说梦话，可这才几个月呀！金岛的银票挣了，田分了，饭吃饱了，要出海闯荡的留下了。他说的，桩桩都应了。你们说，剩下那些会不会也是真的？小梅，你还记得不？他头一回来就说咱这烂滩涂以后比金斗还金贵。那时候全村都笑他疯。那时候我也觉得他在说疯话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怕的是他那些疯话
真有一天全应了。小梅，发啥呆呢？过来记账啊！来了。硬的不行，明的不灵，那就换张笑脸。陈老弟啊，以前是叔有眼不识泰山，往后这村里的生意，咱叔侄俩合着伙做，你出本事，叔出门路，挣的钱3、7，不4、6分。你看，满仓叔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这些年，咱村里夜里走了再没回来的那些后生去哪儿了？等我把日子彻底搞顺了，这笔糊涂账，我非得一个一个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您说该从谁查起呢？爹，4、6分，他不肯，这小子什么都知道，收买不成，那就别怪叔了，他这摊子得砸了，这个人也不能再留了。这回又咋了？日子不是越过越好？好是好，可咱光卖原料，挣的是辛苦钱小钱。原料？咱这鲜蚝活鱼还不算好东西？是好东西，可蚝是蚝，鱼是鱼，卖出去就完了。真正的大钱在加工上。加工？对，咱不能一辈子当个卖海鲜的，咱得办厂。办厂？陈帆，你又想搞什么名堂？办厂得雇人，雇人发工钱，那是雇工，发工钱使唤人，那不成了剥削？你这是要把好好的乡亲变成给人卖命的长工啊！李会计，你这觉悟还停在老黄历上。咱办的是集体的厂，社员进厂做工，按劳拿钱，挣的归大伙。这怎么叫剥削？这叫接外单，招商引资。啥？接外单，回头你就懂了。麦老板，这地方你可悠着点儿。前阵子刚有人被告坏规矩，惊动了上头来查。那种是非窝沾上了，怕是要吃挂喽。哎呦，陈生，这买卖我看还是算喽。政治这东西，我们生意人碰不起，碰不起。麦老板，别走啊！那肥头大耳的影子呼之欲出。麦老板，那些闲话我不解释。您是生意人，只看3样：一，这是我们对金友供货的流水，笔笔结的金友的银票，从没出过岔子；二，这是村里的工，多劳多得，半个月好产翻一番，这帮人多能干，您亲眼看见了；三，这桩买卖上头有人担着，黄不了。做，我信你这个后生一回。哇，亮太亮了！这就是电灯，比100盏油灯还亮。晌午的太阳怕也就这么亮了哦。哎，烫！嘿，这灯还是热的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等以后啊，咱村家家户户、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、看电视、吹电扇。咱这厂子往后也不能光缝衣裳。我跟你们说，将来咱要造电视、造电话。造那种巴掌大，揣兜里就能满世界通话的小玩意儿，到时候全世界的钱哗哗往咱这儿淌。这个后生随口画的饼，又一次和我那份文件严丝合缝的重叠了。你识字会算，去厂里管管账。好家伙，一件衣裳的加工费顶半楼豪，一天下来，一个妇人挣的工钱，抵过去全家小半月。晓得不？咱这叫接外单，招商引资。哎，你那针脚歪了，重来。这可是要出口到对面去的，砸了招牌，丢的是咱平山湾的脸。你瞧李会计那德行。前儿还骂这是剥削窝呢。嗨，真香定律罢了。啥定律？没事儿，
反正是好事。我活了40岁，头一回靠自个儿的手挣着了工资。这真归俺自个儿，不用上交，归你自个儿，按工算的，1分不少。陈干部，收下我吧，啥脏活累活我都干，工钱少给点都成，求您了。那不是阿海吗？3年前夜里走了，逃去对面的阿海。真是阿海，他不是早没了吗？咋回来了？我在外头给人当牛做马3年，听说家里能挣钱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。当年平虾湾的人穷得没活路，才拿命往对面逃。今天出去闯的回来了，外头的人挤破了头想进来，这股奔涌了几10年的潮水第一次掉了头。先生那日是打那道坡上摔下来的，这些物件许是你的。可不就是我的行李吗？有了这些，咱平沙湾这片海还能再翻3个跟头。妖法不用火石，凭空就出火，千真万确是仙，不是高人。我的乖乖，这小铁盒是揣了个灶王爷在里头。来，搁眼上，瞧瞧对面。哇，对面的人近在眼前，这是千里眼啊！给俺也瞧瞧，给俺也瞧瞧。没电了，又进了水，得找个地方充充电，修一修。这村儿是真够呛。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陈干部，阿强家今年的印象刨去本钱，净剩11000多块。1万块！阿强家成头一个发家的了。11000多，乖乖，这得买多少粮哦？阿强，你小子可发达喽！跟着陈丹主干，准没错。俺家明年也要冲这个数。陈干部，俺这辈子做梦都没敢梦过这个数。头一个发家的嘛，脱贫达标线，正常。平沙湾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哦，是咱村儿来了个活神仙。爹，再不动手，这姓陈的可真要骑到咱头上来了。快了，等他得意到顶，一把火连人带场给他掀了。海风凉。小梅，还记得我头回来撂下那句比金有金贵，你们全笑我是疯子，记得不？记得。我还当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能吹的疯子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信你说的每一句疯话了，哪怕你说这破滩涂将来要盖几百米的高楼，人人掏着块能打电话的小镜子，我也信，因为说这话的人是你。陈帆，瞧见没？咱这样板村搞出名堂了，多半是市里来拍宣传、搞表彰的，说不定还能给咱发面锦旗。明的斗不过他，那就来阴的。其一，他不是跟对面那姓麦的金岛客商做买卖吗？咱就把这事儿做成勾结外犯。勾结外犯？一个外乡来的没根没底的人，勾结外犯，串通金玉车商，这顶帽子扣下去，神仙也保不住他。其二，老子手里还攥着最后一瓢人货，挑个日子，
借他陈帆那条对金六的船，那条道送出去。借他的船，爹妙啊！一旦让巡检队逮个正着，这勾结外犯、拐带人口的铁案，就坐死在他姓陈的头上。其三，等他焦头烂额、百口莫辩的时候，一把火把那制衣厂给老子烧了，到时候厂没了，罪坐实了，人也完了，这平沙文还是老子说了算。马主任，您是上头的老干部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我钱某人别的不图，就图个对得起组织。这陈帆勾结外犯，证据确凿啊！你可不能再护着他了。勾结外犯，若真如此，天理国法断不能容。陈帆，有人检举你勾结外犯，串通金友客商，勾结外犯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你给我跟区公所走一趟。勾结外犯，马主任，您这民俗演上瘾了是吧？我光明正大做生意，给村里挣回大把银票，怎么就勾结外犯了？至于吗？不就做个买卖，还能把我咋的？陈帆，这回不一样，勾结外犯、拐带人口这罪名是要出人命的。不好了，制衣厂着火了！救火！那是咱平山我的厂！大水！儿子，桶呢？都拿来！水往梁上泼，别让火上房，保住机器。这火是人放的。陈帆要真干这勾当，何必用自己那条人尽皆知的船？这分明是借刀杀人。住手！勾结外犯、拐带人口的不是陈帆，是他钱满仓。钩子，那是俺家钩子，还当他在对面享福呢。二哥也在上头，钱满仓，你这畜生！林小海，林小海，这2年家里只当他到了对岸，过上了好日子，只当他是没工夫捎信儿回来。我马某人，我一辈子自诩两袖清光，对得起组织，到头来竟成了这恶贼手里的一把刀，差点冤杀了好人，放过了真凶。钱满仓，你这吃人血馒头的畜生！都别动！谁过来，我捅了他！班长，住手！你小梅！钱满仓，冲我来！放了他！韩哥，动手！动手！我斗了一辈子，从没栽过。我就是想不通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分田、办厂、卖金宇的银票，连我借哪条船、哪一夜动手，你怎么什么都料得分毫不差？你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我能打哪儿来？组织上派来的扶贫干部呗。做梦啊！俺活了一辈子，临老，
还能赶上这样的好日子？也该回去复命了。小梅，等我把这边的事交接清楚，我想带你回我老家一趟，见见我爸妈。你老家在哪儿？挺远的，是个大城市，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比县城还大？比县城大100倍。地上的车从早堵到晚，地底下还有火车钻来钻去。地底下还能跑火车？可不。还有啊，那人人手里都揣着块能视频通话的手机，想见谁掏出来一点，脸就在眼前了。那么好的地方，我一个渔村丫头去了能行吗？咋不行？就你这本事，搁我们那儿开个公司当老板都绰绰有余。他嘴里那座城怎么听着离平沙湾远得像是隔着一辈子？没信号，没电，用粮票穿中山装，报上那年月怎么瞧怎么对不上。走遍方圆100里，寻不着一个插座，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。不会吧？难道我压根儿就不是在……嘿，陈帆啊，陈帆，你扶贫扶魔怔了吧？穿越，你当拍电视剧呢？无非是个穷的没边、闭塞的没边的民俗村，连报纸都是鸡年的旧货，年份印差了，我能瞎想到哪儿去？这不就是我这1年多在平山湾闷头瞎折腾的那一套吗？嚯，上头这思路跟我对上了啊！郑总，郑总，那些坐小轿车的大官管郑伯叫郑总。我的天，咱跟郑总一个锅里啃了2年红薯，怪不得连巡检队的韩队长都让他3分。我就说嘛，郑支书这气度，哪像个种地的，感情是个深藏不露的郑总。蓝城，巧了，我老家那边也有个地方叫蓝城。不对啊，开埠建成，蓝城新补通商。小陈，这地方从今往后就叫蓝城。蓝城上头早有决断，这片滩涂要开埠建成，闯出一条活路。而你这3年干的每一桩疯事儿，分田办厂，跟对面通商，招两客商，正是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干的事儿。蓝城不是重名，是那个我从小听到大、亲眼见过的，就是日后那座蓝城最开头的模样。几十年，从一个小渔村长成2000多万人的大都市，遍地写字楼，街市彻夜通明，全世界的钱往里头淌。那个蓝城，不可能！这破滩涂会变成蓝城？那个比金咬还富几千万人，高楼连成片，对面人排着队办证来打工的蓝城。你怎么会知道蓝城？这名字，这新部上头刚刚拍板，文件还没对外公布，连我都是今晚才接的密件。你一个外乡来的扶贫干部，怎么会早在1年前就把这儿往蓝城上扶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要让这儿变得跟蓝城一样。原来不是跟蓝城一样，这儿本来就是蓝城。陈帆，你咋了？陈帆，蓝城那一年，我堂堂一个21世纪的扶贫干部，稀里糊涂穿越回了几十年前。爸，把未来的蓝城当成全省最穷的贫困村，老老实实扶了整整3年。我的天哪！谁来告诉我？你告诉我这是蓝城！他说的21世纪穿越，
是啥意思？听不懂。可你看他这样子不像装的。我一直当是命运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满腔抱负扔进这破渔村，白蹉跎了3年。可现在我才懂，我不是来扶贫的，我是一脚踏进了一座传奇开天辟地的那一刻。我分的第一块田，办的第一家厂，挣的第一沓仅有的银票，垒起的第一栋楼，竟都成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蓝城速度，蓝城奇迹。最开头的那一块砖，如果我真回到了从前，那他，那老吴头，那阿强，那所有跟我并肩流过汗的乡亲，全都是几10年前的人。而我口口声声要带小梅回去见的爸妈，此刻怕是连影儿都还没有。小梅，陈帆，你别吓我，不管出了啥事，有我呢。我可以想法子找回那道光，回到属于我的那个年代，也可以留下来，陪着他，把那些疯话一句一句变成真的。哦，咱平山湾也有大名号喽！蓝城，往后咱就是蓝城人喽！小陈，这片地方往后该怎么干？上头有大方向、大政策，上面都定了。可这头一脚怎么落地，得有人先趟。你这1年多干的桩桩件件，都跟新部的路子不谋而合。我就想听听，你这从泥里趟出来的经验，能给大伙提个什么醒？我那点土经验，说穿了就俩字儿：要快。要的就是一个快字，这口子快字当头。我跟各位交个底，往后这儿盖楼，能盖出3天1层的速度，那不是我的本事，是这片地、这群人将来要闯出来的劲头。3天1层，楼是纸糊的不成？要钱，但不要国家的钱，招商引资，把外头的钱、外头的厂、外头的技术都引进来，划一块地，专做工业区，立一条规矩。有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我也是听来的，可我信他一辈子。时辰就是银钱，手脚快慢就是死活。时辰就是银钱，手脚快慢就是死活。好句子。还有合股的法子，把厂子作价拆成1股1股，招股本，让老百姓拿钱来买当股东，一块赚一块担。再往后专门开一个买卖股本的市面，叫股行。厂子还能拆成1股1股卖，这不乱套了？还有土地，地不能白给，要有偿使用，敢拍卖，拍出个天价来。郑总，这些路子没一条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，是这条道往下走，早晚要闯出来的。我不过是先说了出来。好，上头指的方向，加上你们这股敢闯敢试的实干劲儿，这条血路，咱们一块儿杀出来。小陈，新部需要你留下来陪我们把这条路趟出来。留下来。我先做个检讨，我马某人干了一辈子革命，自诩对得起组织，对得起良心。可这2年，我2次把陈帆同志往死里整。头一回骂他分田是坏规矩，第2回差点把他打成勾结外犯的死囚，我还差点被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恶霸当枪使，险些冤杀一个真心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好后生。是陈帆同志，是这2年平山温的变化，给我这把老骨头上了最深的一课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就是真理，挡这条道的，哪怕是我自个儿脑子里的老古董，也得砸了他。这新部我马某人跟定了，要钱我去化缘，有罪我来担。马主任，过去的
都过去了，往后咱一块干。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我爹干的，拐带人口、放火买肉，全是他指使的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你这个孽障，放屁！火是你点的，人是你绑的，老子这点家业迟早败在你手上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你这个白眼狼。瞧瞧，狗咬狗，一嘴毛，老天有眼，这父子俩总算有今天。小梅，二哥可以瞑目了。如果那道光再来一次呢？那我就能回去了，回到属于我的那个年代。陈帆，3年，就3年呐！我没看错吧？那些是金友人，他们往咱这边挤。当年咱拼了命往那边逃，如今他们排着队往这边来，变了天喽！真是变了天喽！3天，真就1层，这速度，今往都没见过。这一张纸就能年年分钱，哈哈，我老吴也当上东家喽！去还是留？小梅，有件事儿我骗了你很久。我不是这个年代的人，我是从几十年后来的。在我那个年代，这片滩涂早没了，这儿盖满了几百米的摩天楼，几千万人住在这儿，人人揣着能视频通话的手机。这座城叫蓝城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来扶一个穷渔村的，直到上个月才知道，我扶的是蓝城睁眼的第1天。我信，打你头一回说比金鱼金贵，到今天你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过，所以我信你是个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人。那你是不是要回去了？你有爸妈，有你熟悉的那个亮堂堂的世界，平海鱼我留不住你的。陈帆，你要是能回去就回去吧，别为了我困在这儿。我不拦你。后生家里头有爹有娘，回去吧，咱平沙温记你一辈子的恩。快走！我来自的那个年代，那个亮如白寿的蓝城，不在那道光的另一头，而在我的脚下。我要回去的那个未来，根本不必穿过那道光，我只要留下来，亲手一砖一瓦把它建起来。我不走了，我正站在家最初的模样里。小梅，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陪你，陪着这座城一辈子。我郑某人做了一辈子的事儿，今天这桩最高兴。这2个孩子，一个有本事，
一个有心气，天造地做，往后就一块儿把咱这蓝城扶到头。陈帆，当初我把你当贼防，这碗酒我赔罪，也喝喜。干了！